地窗前霓虹灯闪在凌晨3点，反复堆叠的旧照片，日夜积成灰。相遇的季节，微风拂过侧脸，好贴切。人潮汹涌，你看不见。霓虹灯亮起，人群中却找不到你，我却能感应你逃避。在无人的街区，霓虹灯孤单的矗立，像我再次遇见的你。霓虹在闪去，却抓不住你的距离。有些人其实早忘记，零零碎的记忆，像霓虹灯总会褪去。我们还能否再继续？求教，如何收购心灵伴侣？卓越要收购心灵伴侣了。没错，林总下达的任务。所以，可不可以请邵总指点一下部下？不要。我为什么要帮那个好像跟你很熟又不懂礼貌的那个小孩的忙？你怎么样才可以帮忙？哄我开心。哄你？怎么哄？你自己想办法。那要不要去游乐园玩？听上去还不错吧？不知道。各位久等了。不开心先生，你现在应该开心了吧？所有的你都玩遍了，我们是不是可以开始进入正题？谈判的本质就是心理战，一上去呢，不要先让他们看出来我们的收购意愿。我理解你的意思是兵不厌诈，但是我觉得真诚更有力量，不是吗？如果是我，我不会那么做。但现在谈判的负责人是你，我支持你用你自己的方式。我今天来呢，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好消息，卓越投资部已经通过了我的项目分析报告，对心灵伴侣这个项目有很强烈的投资意愿。哎呀，太好了呀！那你今天来是要和我们谈具体条件的？没错，这就是我今天来的主要目的。我今天呢带来了我们对这个项目的整体估值，这上面也有我们愿意投资额度。有救我呀！不能再去叛变了。姐，这里面有一条是团队估值待定，这个是什么意思啊？一个年轻的创业团队，每个人都害怕被资本抛弃。还记得威尔酒店收购案中我说的那些话吗？因人而异，逐个击破。只要把握住这一点，你就能掌握绝对的主动权。按照规定，
我们要对你们团队的每一个成员挨个进行估值，在我们确定留下的成员之后，我们才能计算出整个团队的估值。你的意思是要拆散我们团队？难道不能一起收购我们团队吗？不能把我们拆散呀！如果我们团队不能在一起的话，我想我们需要重新考虑了。我看来，人与人之间，情感才是最珍贵的。一个年轻的创业团队，他们的凝聚力不也是商业价值的体现吗？我不想做那个破坏者。我还是那句话，如果是我，我不会这么做。但如果是你去做，也许你会做得更好。因人而异嘛。如果我选择了拆散的方案的话，我就不会直接的说出来，而应该悄悄的约你们一个一个私下聊，对吧？那你的意思是，我们可以在一起？没错。从第一次我在这里见到你们，以及后面的每一次接触，我都觉得你们是一个完整、有凝聚力的团队。你是一个很优秀的领导，而其他的成员也都很难得。我相信只有你们在一起，才能做出一个优秀的 APP 出来。所以，我拒绝了分散估值。Yes。那既然你这么够意思，我们也要让出一步。我们团队决定，在股权份额方面让出10个百分点。就我个人认为，这是一个非常有创造力的团队，在市面上已经很难再遇到了。我相信，我们卓越的资金入驻之后，我们将彻底的改变陌生人交友 App 在市场上的格局。好了，以上就是我对心灵伴侣收购项目的总体报告。总结来说，3点：第一，投资金额2000万；第二，团队整体收购；第三，卓越绝对控股。看得出来，安宇对这次的项目注入了很多心血，目前来说完成的也很不错。这也算是对刚刚大换血的卓越投资部来说交上了第一份合格答卷吧。不知道各位觉得如何呢？不错。既然各位没有异议，安宇你就负责继续推进。其他的各位，我给你们的任务就是去了解一下市场上有没有哪些公司或者投资人对心灵伴侣感兴趣，或者是已经在接触的。明白。对了，还有一件事情，请各位拿出自己的手机，连上公司的内部网站。为了项目的保密，公司决定对大家的手机进行加密处理。还请各位连上公司的内部网站，通过技术部的授权，这样各位以后手机上有任何的档案寄出或者是通信数据，都会在公司的资料库里做备案。麻烦请各位理解以及配合。理解。没什么事情的话，散会吧。为了项目的保密，公司决定对大家的手机进行加密处理，还请大家理解以及配合。
别动手，别动手。邵总，这样咱们坐下来慢慢聊，好吗？拿出你的手机。这件事情啊，错综复杂，仅凭一段视频肯定是不够的。我们呢，还需要继续调查。哎呀，邵总，您的时间不够了。副总监，不介意一起吧？当然不介意，邵总请。邵总请。喂，凯哥，他出来了，你跟丢。放心吧，他逃不出我五指山啊。不错了，来了啊。师傅，一会儿麻烦跟上。行，好，没问题。卓越现在呢要和张小叔的团队签约，安宇负责这个项目，项目还是很不错的。我就要这个项目，你帮我搞定。我尽力。咱们已经认识了，不用介绍了，开始吧。开始吧，小叔。是这样的，各位，我们呢已经退让了10%的持股，所以我们第一个要求就是，当公司的创始人和现任首席执行官离职或者是被解雇的时候，那么新的首席执行官不能直接进入董事会。不行，我们的投资条款上已经写得很清楚了，普通股持有者将选出2名董事，其中1人将是现任首席执行官。那这样的意思就是说，如果董事会从外面再请一位新的首席执行官，我作为公司的创始人，很有可能会失去对公司的控制权。没错，就是这个意思。我们求同存异，接着往下走。我们的第2个要求是，如果和本轮融资条件相当或者更好的话，我们无需风投同意，将保有出售优先股的权利。不行，卓越要求得到阻止公司未来出售一切优先股的权利。这样哈，大家具体问题呢具体分析，我们一个一个来说。邵总，您对这个 app 的最重要的决策是什么？我们具体的说一下。Reg， 如果你真的想要和卓越合作，必须调高 app 的准入门槛。你们现在这款 app 向全年龄开放，这非常危险，这点必须马上改。对不起啊，你这个想法实在是太过时了，我和我的团队是都不会同意的。那等你想好了，再来找我。别着急，我在想办法。 嗯， 我们先把这个 app 先改一改，然后再来找我。 好， 我们的 app 的准入门槛非常高，别着急，我在想办法。
邵总，你能不能对小叔的团队呢稍微宽容一些？如果一开始就增加年龄准入门槛，那不就是相当于给这款 App 上了一个紧箍咒吗？如果不从一开始就规范，等到出问题的时候，这个 App 就会直接被市场淘汰。就现在这个样子，那已经是快胎死腹中了，何谈淘汰呢？胎死腹中也是一种优胜劣汰，不是吗？那可不可以等这个 App 先成长、建立起来之后，我们再慢慢规范呢？这个 App 的目标人群大多都是情感空虚或者是需要精神支柱的人。未成年人使用这款 App， 可想而知会非常容易出问题。还有，我记得你说过，你在乎每一个顾客，因为资本的背后都是一个个有血有肉的人。难道 App 背后的使用者不是吗？那我们既然选择要投资这款 App， 我们就要作为他们安全的第一道屏障，为他们隔绝掉这类的风险。说的也很有道理。所以你今天带我来这个书店是？最近出了几本商业类的畅销书，这其中肯定有他们的案例。多看看别人的案例，总是对我们有参考作用的。走吧。周总，哎，请进。您看看这个，这是米律师已经签过字的心灵伴侣投资计划，请您过目。行，知道了。好，那我先去忙了。喂，尚木离。艾雨，出事了。各位好，董事长，安宇，你可真会演戏呀，把我们所有人都骗过了。我骗什么了？张小树团队和一米资本签约了，是你一手策划的，还是你临门一脚被收买了？安宇，这里所有人都在等着你的说法。不可能，不可能。安宇，要不是知道你以前做过的那些事情和你的案底，你这一脸无辜啊，还真的是迷惑人啊。我请大家给我一点时间，我会把这件事情调查清楚。你临签约的时候突然失踪了，这大半天都过去了，难道还不够你想清楚怎么解释吗？周渊是你的前夫，你们之间有一个儿子。董事长在前一段时间把周渊安插在卓越的所有妻子全部清除掉了，我们以为卓越已经干净了，原来是我们疏忽了。周渊安插的棋子原来还有最后一颗。没错，周渊在卓越安插的还有最后一个棋子，就在这个房间，但不是安宇。
进来吧。安宇负责这个项目，项目还是很不错的。米露，我就要这个项目，帮我搞定。我尽力。邵总什么意思？监视我？其实一开始我的主要目标是徐静雅，没有想到查着查着就发现你的小孩和依依上同一所幼儿园，之后就是你多次和米露鬼鬼祟祟的见面。起初我没有证据，之后我就骗了你说手机要连上公司的内部网站，没有想到你一下子就上钩了。你这是诬陷我。你知道这是你们的隐私，是犯法的吗？我就挺好奇，你平时都和米露聊些了什么？这些东西你竟然一点都不知道。如果不是邵总和安宇彻夜赶工，悦儿酒店现在应该被周渊截胡了吧？还有，把安宇的小组调去川河门店，本来一开始我觉得也没什么。但是后来，安宇被冤枉挪用客户款项，许静雅引咎辞职。这些事儿现在想一想，副总，都跟你有关系吧？董事长，报警吧！江浩然，你不要落井下石啊！老郭，这个局面我也不想看到。这样吧，你毕竟在公司这么多年，也有很多的功劳，我不报警了，你辞职，这样大家都体面。我知道该怎么做。你别自责了。不用安慰。早在昨天晚上，副总监就已经把我们要签约的事情给透露了给米露。他们连夜就已经签约了，准确的时间是今天凌晨3点40分。你怎么知道的？这些还重要吗？重要啊！如果他们昨天晚上就已经签约了，那今天早上我给小树打电话的时候，他难道是在骗我？不然呢？不过这个问题的答案，你最好还是去问当事人。没错，我要当面问清楚。
是辞职信和公司的证件，请江总监检查一下吧。副总，从今天前面就不是同事关系了。有一个问题很想问你，你到底是为了什么？我在卓越10几年了，你走过的路我全都走过。林展宏这个人我早就看透了，我劝你早做打算，否则的话，我的今天就是你的明天。哎呀，这样也好啊，以后呢不用烦这些破事儿了。走了。进去吧。是误会还是欺骗？我等你出来告诉我。好。为什么？在你跟我们谈的同时，一米资本也找到了我们谈。他说在同等条件下，可以满足我们所有的需求，特别是可以把 APP 未来的决策权完全交给我们。你觉得他们是真心的吗？真心有那么重要吗？既然你今天问我了，我就实话告诉你，心灵伴侣是我们团队所有人的心血，但就算他是我一个人的，我也会选择和1米资本签约的，因为他们给的条件更好，就这么简单。如果是这样，你应该一开始就告诉我。1米资本和你们联系了这么长的时间，你一直在瞒着我，而且就在你已经和他们签约的情况下，你还在骗我有可能会和我们签。但是当初他们找我谈的时候，我也不知道最后会不会和我签啊。如果不做2手准备的话，万一踩空了怎么办？我和他们签完之后是想告诉你的，但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开口，所以就……姐，你一定要相信我，我不是故意要骗你的，我是为了我们团队的利益，请你理解我。我不理解，因为你根本就不了解1米资本，你就贸然和他们签约了。还有，我不认同你做人的原则，虽然是在商言商，但是也要在真诚的基础上。只有这样，你未来的路才能走得更远。所以，你和小树聊得怎么样？
他最后还是选择了周渊。我把该说的话都说了，但也尊重他的选择吧。其实小树没有做错什么。你仔细想想，周渊给了我们给不了的条件。你之所以那么会有挫败感，那是因为你投入了很多个人情感，加上这是你第一次主要负责一个项目，你也想做好它。但这在投资部来说，谈不成一个项目，就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我怎么能遇到这么善解人意的领导啊？所以我很优秀啊。对不起，安宇。啊？我之前没有谈过恋爱，我不懂别人的感受。我之前相处最多的人就是凯哥，你也认识他嘛？他就是你有话直说，他如果不舒服的话，他也会告诉你。所以如果之前让你不舒服的地方，我在这边跟你道歉。你没有做错什么，为什么要道歉？不是嘛？就是，所以你要不要接受我这个道歉？哎呀，你很啰嗦哎。那你是接受还是不接受嘛？你根本就没有做错，什么接不接受啊？哎呀，好了，明天要不要一起上班？当然。我们明天下班以后约凯哥来吃个火锅吧。好啊。我们4个人好久没有在一起吃饭了。对呀。对呀。耶。也好久都没有出去玩了，还挺想再去露营啊什么的。路灯下光线刺人，微风抖抖的弥漫，散落街边的孤单被你填满，手心握住的温暖，呼吸在耳边呢喃，目光交集后你害羞的躲散，我全部故事桥段都宣布和你有关，这一秒多想要用心跳和你交换，眼眸流转不停的期盼，想念的波澜在黑夜扩散，你的笑容慢慢驱散黑暗，这一秒多想要多心跳和你交换，从此刻到一生的陪伴，长期的浪漫，平凡的灿烂，你的名字就是唯一答案。你过来一下。等着。啊。以你对周渊的了解，你觉得他为什么会在咱们卓越安排个内应呢？副总监2年前反正打过他这个抚养权的案子，当时代理律师就是周渊的太太米露，我猜应该他们当时就认识了，所以关系就越走越近吧。这我都知道。我是想问他为什么要针对卓越呢？董事长，周渊这几年一直在跟卓越作对，我猜他早都把卓越当成竞争对手了吧？1米资本跟卓越作对，这也太不自量力了吧！我也觉得，他疯了。哎，对了，你曾经在那个安文斌手下干过，你对他的入狱是怎么看的？我就是大学毕业的时候在新城金融吧工作过2年，但是他入狱的时候，
我已经来卓越了。我不太清楚。没事儿，我就是随便问问。啊，那董事长，那我先出去了。进来。董事长，哎，我今天入职，过来跟您打声招呼。来的正好，我介绍一下啊，史蒂文，斯坦福人力资源专业的高材生，是我特意从美国请过来的。这位是江总监，以后多跟他学习啊。你走过的路我全都走过。林展宏这个人我早就看透了，我劝你早做打算，否则的话，我的今天就是你的明天。你好 ，Steven， 欢迎来到卓越。你好，江总监。董事长，那我先去忙了。单纯直接呀，就跟我当年带你的时候一样。以后啊，多带带他，我也算多一个帮手。行，我知道了，董事长。那我先出去了。就。描绘着你的画笔，模糊又清晰的你，风吹过你的长裙，你想绘出来的诗句，让我沉醉的聆听，静静地聆听清风和你，抹去纯真的橡皮，问自己，执着的依旧是你。哦，是你刺破黑暗，奋力唱出新的语音，带我触碰一笔一笔绘不出的剧情，望着你太执迷，不停息。无意间翻开抽屉里珍藏和你的画集，虽然久违的你不知在哪度过四季，许久未见的友谊，许久以后的爱情，是你刺破黑暗，奋力长出新的寓意，带我触碰一笔一笔绘不出的剧情，望着你太执迷，不停息。无意间翻开抽屉里珍藏和你的画集，虽然久违的你不知在哪度过四季，许久未见的友谊，许久以后的爱情。许久以后。